对啊，当我们看到荷兰的首相去访问的这个画面，是由习近平跟他接待，但他在街上怎么走呢？走些地方就走胡同啊，这些画面你可以看到啊，他到胡同里去跟民众互动啊，然后亲切的握手啊，到北京大学交流，还拿手机跟同学自拍啊，那各种感觉很这个。好像在这里选票的感觉，好像这里他这些有投票权的感觉，有这种氛围，对不对？但显然就是融入当地的社会跟风情嘛。接下来，当然这个首相还跟习近平见了面，那重点在他说，未来如果成为北约新任秘书长的话，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告诉大家会致力于改善北约跟亚洲的关系，一定要搞到这么紧张吗？一定要逼得俄罗斯动手吗？他的意思是可以保持世界稳定至关重要，谁希望战争呢？然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则是特别告诉大家说，所谓的科技壁垒只会让分裂对立更严重。中国方面希望跟俄方保持各层级包括官方、包括企业界各层级的交往，互利共赢，脱钩断链是目前主流的欧洲国家跟美方所做的事情。他说这件事情没有出路，开放合作是唯一选择。荷兰方面的首相也给予这样的回应，他说脱钩断链不是荷兰的政策选项哦，所以接下来对半导体啦这些艾斯摩尔这些措施，他说不得不采取措施的时候，从来不特别针对某个国家，不过这个措施还是要做就对了，他还是没有要松手，但是不是只针对中国吗？当然这后续可以再观察对于这个政策有没有改变，而习近平的态度其实很清楚，努力的引外资跟其他国际的企业或者是政要都要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场跟20家美商见面的会议，我们看看画面就知道，见了大概有90分钟，而且呢，这些美国工商界、战略学术界的代表大概花了时间，除了会晤之外，很多的交流的时间。那习近平强调说，这个改革不会停不会止步，欢迎美商，重点在哪里？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赢在中国，就有钱一起赚的概念嘛。那这场会议会被瞩目，是因为虽然先前有传出来，但一直没有确定的消息啊，但直到邀请函发出的那一刻，这些 CEO 才知道，本来在美国商会的会议里头，是不是要回国去了？都因为收到这一封邀请函，在最后一刻，才发出来的，让他们决定都延长留下来，在北京的行程见了这个面，90分钟的会谈看起来互动愉快，可是有一点大家特别看，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大合照里竟然没有他，是谁？怎么没有库克？库克最近不是在上海、在大陆走得很勤吗？怎么会缺少这个超级大咖？我当然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啦。这个商业活动促销很多啊，但《纽约时报》的报道告诉大家说，苹果的相关产品跟企业的发展在中国黄金时代结束了，以前卖翻了，现在产生的关键是什么呢？因为苹果 iPhone 不再像以前一样有吸引力。同时呢，包括这一系列的产品消费者减缓支出，中国政府要求民众避免有这个所谓民族主义的概念，也有华为的复兴，新产品的竞争，让苹果再也不在中国市场这么吃香，所以销售量跌了2成到3成之多嘛。那当然，叶伦虽然马上也要再度的访中，可是他也公开讲出来说，中国电动车等行业的廉价出口商品激增，可能会引发供应过剩。重点来了，损害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出访之前仍然在强调，电动车到时候必然要围堵，避免被廉价倾销出口啊。但同时，中国在保加利亚各种美国希望策略联盟的围堵里头，保加利亚也是其中一个国家，说这个中国的汽车啊，还有各种的设施啊，可能会违反相关的规定补贴，所以在中东青岛四方机车这个公司近期招标就被踢出去，你不可以参加招标。这个金额是211.1亿台币，也就是说，欧美都有一些出手制裁大陆电动车，避免来影响或牵动这个国内市场变化的这样的措施。抗中这个态度仍然是美方的主流。委员看到这个美方中国大陆方面好像就是美方你要制裁我从其他的策略联盟来下手。欧洲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你说像这个吕特他本人来讲的话，他是自民党，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可是你看他能够当了4届的总理啊，那也有人讲说首相，从2010年当到现在，那就表示说他必须组联合政府。
所以他的联合政府的合作对象从左派到右派都必须要能够接受他这样。所以所以说欧洲来讲说什么一党独大的政府，或是在只有2党存在的这样的现象是很少的，都多党，所以他们多元。因为这就反映欧洲，尤其西欧洲国家，这个大小小的国家都很多，这个本身就会呈现一种多元的一种特质了所以美国当然它透过了北约，它牢牢的控制了这个欧盟然后又因为乌克兰的战争，让美国更有理由这个去不能讲妥协了，就说服或是压迫这些欧洲的国家、欧盟的这些国家跟他一起走，出钱，对，但是事实上这些国家会不爽？我相信他们是有很多的不满的啦。你看欧洲前不久欧盟才罚这个苹果，重的罚他的钱，认为他垄断当然美国也修理他，也说他是垄断。也就是说，美国跟欧洲国家虽然都是所谓西方的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可是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利益。只是乌克兰的战争让他们之间的矛盾变小了，或是模糊了，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他们荷兰当然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中国大陆市场这样子的大，亚洲市场这样子的大，他不能只着眼于欧洲，也不能只听美国的话。那我想他去访问中国大陆很重要一件事，就艾斯摩尔嘛，这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发展半导体，艾斯摩尔这些光刻机对他非常重要。可是偏偏在美国压力之下，先进制成的艾斯摩尔的这些装备，这光刻机设备都没有办法卖到中国大陆去，可他又希望跟中国大陆继续做生意因为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小的荷兰，对这么大14亿人口的市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会想追求的嘛。所以我认为因为他马上就要下台了嘛，这一趟等于是他毕业旅行嘛，他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看一看，也希望稳住荷兰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也提了一些，譬如说你中国大陆网络间谍太猖狂了我们荷兰是受害者之一，你们要稍微约束一下你们网络这个国内的这种中国大陆的这些网络这个间谍的这种行为，这样子都有的啦。可是他愿意走出去很重要，因为欧洲国家里面除了法国跟这个中国大陆走得比较近以外，德国是以前这次的德国变得非常的保守，比较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外交部长是绿党的，对中国大陆是非常不友善的所以荷兰的总理到中国大陆去，他除了追求市场，对中国大陆来讲最大意义就是说，看起来他跟欧洲之间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嘛，就这样。袁教授怎么看习近平在2会之后的整个策略他包括跟商业界面，美国的跟欧洲各种的联盟，那看起来都是往更多的合作双赢的模式在进行。这个很明显嘛，这个北京开的这种有关于工商的这种高级论坛的话呢，号称中国的达沃斯就是说是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这里头当中的话呢讲得很清楚。我必须坦白在这边讲对大陆来讲的话呢，美国跟西方的话呢，脱钩断链的话呢，完全听都不要听这其实的话呢是有一个战争陷阱在里头嘛。然后大陆现在的策略的话，就是缝缝插针嘛，就是在你们内部嘛，内部要搞这个分裂最容易的就是工商业界的巨子嘛，他们要做生意要赚钱呢。事实上我跟欧洲很熟欧洲现在生活不好非常非常不好差这个要命对不对？然后物价贵得个要死我每次跟这个我们林委员在一起的，我都后悔了当年没去美国读书对，跑到欧洲读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必须强调40年前我到欧洲去读书的时候，我去比利时读书那个时候的台湾的外交情况非常惨全世界唯一有航空公司从台北飞到阿姆斯特丹的就是荷航对，请大家记住这件事情永远不要忘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荷兰伸出援手否则我跟你讲，提那个小包包到处卖东西，根本都出不去。我不是跟大家讲，我经历过那段台湾外交，简直是没有未来的前途。到就到欧洲各个国家住10几年，没有去过意大利，签证办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讲，这是对你非常了解这个事情
第二点，吕特是目前为止欧盟里面的领袖所担任的首相。荷兰我太清楚了，因为我读书的学校基本上都用荷兰文啊。他们基本上的话呢，就吕特是待得最久，在欧洲那种政治制度下能够选上4次，开玩笑啊，这很厉害啊，对不对？大概要达到那种柯建铭那种水准才有办法啊。大概是到这种程度啊，应该不能拿来比吧？不是这不能比，他能够选上，不管怎么讲，我跟你讲，欧洲人他对政治上一点认同度都没有啊。实际上这种情况大家要了解，你要讲话有分量，你要选上什么。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强调啊，吕特这次在中国配合了这种工商团体啊，说刚刚讲到说卖光刻机啦、阿斯麦什么的。我感觉上，我在解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送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大家如果注意到荷兰人的历史的话呢，跟英国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起源。荷兰人的做生意是世界上非常厉害的。荷兰人基本上跟犹太人旗鼓相当啊。荷兰人本身来讲的话呢，总是喜欢干这种缝缝插针，又喜欢小心的，又低调的。像法国傻乎乎的在这边带头冲啊，像戴高乐一样，像马克宏一样的，那不行，那没有办法。我跟你讲，荷兰吕特这个哈，他做这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说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当北约秘书长，那现在刚好要准备换人啊，对不对？我跟你讲，他这个讯息太重要了。他的确呼声很高，需要接任。对，我跟你讲哈，因为这个是说美国考虑啊，他既然讲这种话的话，他敢讲这种话，就表示他希望非常大。他希望一大到的时候呢，因为美国现在本身呢内忧外患各方面的问题啊，需要荷兰这么个国家，需要吕特这么一个政治人物，需要整个国际局势稍微做一点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啊，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事情闹大了，然后以色列这边事情闹得比俄乌之间还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美国的话呢，国内加上国外什么的，处处都不行的情况下，现在真的来不及打压中国，最好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发展一下，让你可以了解到，这荷兰做头的话呢，偷偷做这种带头的，假装说是光刻机，荷兰的光刻机不卖给中国，卖给谁呀？谁买得起这玩意儿啊？这不贵得个要死，你知道吗？是卢教授啊，那个吕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要维持世界稳定至关重要。是。这个其实蛮重要的，我这边也 echo 一下刚才我们苑老师还有这个林委员的宝贵的看法因为整体来讲荷兰确实是自由贸易，他非常非常重视自由贸易，因为这样他的国家才能够把他自己的利益极大化。那我们同一个时间看到北约北约现在已经有32个成员，那这个吕特呢，他这个踌躇满志想要来这个担任北约的秘书长确实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呼声跟可能性都是蛮高的但同一个时间呢，我想为了配合，或者是说他为了想要在北约秘书长这件事情上面可能要展现出他的企图心，立威吗？对，所以这一次他跟习近平碰面的时候，除了刚才林委员有特别提到的这个网络间谍的问题，另外他也针对人权，他也做了一些这个发言但同一个时间，他也注意到哪些面向可以跟中国大陆来进行合作呢？它里面提到了包括绿色企业。好，然后后面呢还有包括这个所谓的银发族，他后续可能有一些社会服务啦等等，他们是可以进一步的来合作的。但是我想另外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他特别提到有关于这个 ASML 这个光刻机的事情，他说已经公开的合约他是有信心要把它走完。那我觉得这一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想他们大概都在为美国今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来做准备。好，如果是川普上来的话，我们大概一般都预期就是这个川普的做法会跟拜登非常的不一样，那他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可能也会跟拜登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差异那甚至于过去我们所熟悉川普时期，我们把它分为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然后拜登时期也继续沿用这样子的一个分法。但是呢，后续大家都预期川普上来之后，大概就是科技战会是主力。所以合约是到什么时候？是大选前、大选后是关键。对，他是说现在已经公开的，他会把它走完。选举以后再说。现在我们可以撑一下未来观察。这也是一个应变之道。接下来看到比较难，真的比较乐观看待的是什么？来自于俄乌战争啊。那乌克兰不就是因为北约这当中的过程产生的俄乌战争2年了，还迟迟没有办法结束。俄国外交部对于刚刚发生这一起恐怖攻击，仍然坚称绝对不是什么 ISIS 是乌克兰干的。他们不相信伊斯兰国有办法发动莫斯科空袭，所以呢，这个发言人就直接讲，他要求这个乌克兰跟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势力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那么第一时间抹消西方的嫌疑呢，就
特地美国出来澄清说，绝对不是乌克兰干的这种说法，反而是特别找出了伊斯兰国来作为手中的王牌吗？那他们俄罗斯咬定是如此，不管是不是这样嘛，对不对？那无论如何，俄国官方不认为是 ISIS， 所以接连定调恐攻责任都是在乌克兰。接下来战争加大力道也是必然的事情。之前看到的攻击水库、攻击各种电力设施之外，普京公开喊话。F-16哦，你美国支持吗？哦，我告诉你 ，F-16战机有能力搭载核武。那我们筹组事务的方法也会考虑这一点。但是如果西方各国提供乌克兰是 F-16战机的话，这些飞机将不会改变战况，就来一台打一台这种说法哦。然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俄方正当的锁定目标。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这些国家刚刚都承诺要捐 F-16，也保证协助训练乌克兰。那立刻普京就喊话了。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乌克兰的外长突然访问了印度，是告诉大家什么呢？来自于欧美的很多的援助迟迟没马到位，尤其是美国嘛，卡在国会。那现在乌克兰的外长积极去访问印度，目的会是什么？这个为期礼拜四到印度为期2天的访问呢，见的是外长苏杰生，还跟国安的副顾问进行会谈，是不是在求助印度的协助呢？包括各种的危机，英国对于乌克兰的看法是如何？但他们自己盘点哦，万一这个战争，因为克里姆林宫已经把这个定义升高为战争了嘛，那既然是战争，也跟西方国家喊话了嘛，英国就来盘算说，假设是我们来跟俄罗斯作战的话会怎么样？他说英国撑不过2个月。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想说，那台湾呢？撑不过2个月哦。英国自己认为，在军火上花费的资金虽然很多，但不足以应对可能面对的威胁，尤其是日益不堪重负的武装部队没有做好跟俄国开战的准备。先告诉大家，我们英国没有要打了，好像是我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氛围。但欧洲现在的确有很多各种经济啦、各种民生议题正在困扰自己的各种领导人呢。例如，欧洲大规模的示威，前阵子本来停了，我们的农民的推土机的这个抗议啊，就又开始了。看到这个画面是这些推土机开到了英国伦敦大笨钟前面、国会前面，还有到西敏寺，直接给它包围了。欧盟的国家现在除了丹麦、挪威、奥地利之外，各地的农民都进行了大规模示威抗议。这个礼拜一呢，是数百辆从英国各地汇流到西敏寺围堵了哦。那我刚好也刚欧洲回来，的确这些农民对于乌克兰的产品，就是因为价格竞争跟农民太苦了，然后又有各种碳排的要求，活不下去。这抗议持续没有办法获得解决。还有比利时更可怕，这个很可怕，是因为是水肥车跟水炮车的大战。看到这个画面真的很惊悚，哇！它这个水柱喷的黑黑的，可是很有味道的。这个是水肥车，水肥车跟官方的，这个是农民开的水肥车，他们泼洒的水肥车去跟警方的水炮车对抗，一边是水，一边是水肥啊！美丽的比利时，我们这个心头觉得颇为惋惜，但这个是农民的怒吼跟抗议啊。那这个农民的怒吼抗议，刚刚讲了，就是来自于乌克兰的低价农产品大量的涌到欧洲去，但是欧洲仍然有因为碳排啊各种要求，所以这个税收要求增高，价格越垫越高，却无法竞争，活不下去的问题啊。委员在看到俄乌战事，现在冲突可能加剧，甚至俄罗斯看起来加大力道嘛。就是感觉要把乌克兰打趴的概念，甚至跟西方喊话，现在已经没有在客气了。现在开始进入这个战争，开始进入深水区了。有这个战争会变得越来越 ugly， 会越惨烈。一方面呢，是乌克兰攻击俄国的内部的能力变强，还有波那个岛叫波什么呀？克里米亚。那他这个，你看他昨天嘛，我们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嘛，他又攻击了克里米亚摧毁了他的船，攻击了他们的军事的指挥的这个中心这样子。然后同一个时间呢，他也攻击俄国的境内。其实美国一直想要避免的事情啊，欧盟国家也想避免的事，就是说就把这个战争就在乌克兰境内打。不要延伸到俄国境内去，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俄国人到最后受不了的时候，他可能会用很决裂的手段来反击啊。所以像美国卖这个火箭多管火箭也好啦，飞弹也好啊，都限制它的射程
啊，因为你射程如果长的话，它就越有可能这个火炮会打进了这个俄国的这个境内。但是最近就这样子啊，最近就是俄国的境内不断的被乌克兰给空袭给打。那普丁本人也讲了，乌克兰本身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没有美国帮忙，没有英国帮忙，没有欧盟帮忙的话，这个北约帮忙的话，他不可能有这样一个能力啊，因为你要打这么深入啊，不是只有武器啊，情报，你如何能够采集到我的情报啊？这个可以瞄准他啊，这个一定是美国所供应的，对他来讲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这个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俄国针对他被攻击这件事情啊，你看他的这个炼油设备、炼油厂整个都熊熊大火啊。那克里米亚被打得非常的惨，他几乎黑海舰队的这个船舰了，大概只剩下1/4不到了，其他都被这个乌克兰给摧毁了。那他使用的武器，有的说他自己的这个无人快艇或者是无人机，但是有些火炮啊、飞弹，那显然就是北约国家所供应的嘛。所以他就用很多的飞弹，尤其是什么高超音速飞弹，攻击了这个基辅，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大城。所以也像前几天呢，对基辅的这个攻击是非常惨烈的，而且听说还这个打死了这个重要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事的高级将领，就国安系统的，因为他攻击他的国安系统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挥中心嘛，所以这个战争会变得会越来越残酷啊。一方面呢是美国国会迟早要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国会这个出售就供应更多的 F-16，还有其他的这种防空设备啊，或者是战机，还有更长射程的飞弹给乌克兰。然后俄国呢就会受到更惨痛的攻击，那俄国反应的力道会更加的强硬，所以他为什么普丁要讲啊 F-16可以带核子武器啊？意思就是说，你 F-16可以带核子武器，你敢攻击我吗？那我有核子武器，我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携带核子武器，所以他这一阵子呢都是在暗示着他必要的时候是有可能使用核子武器的，这已经是明示了耶。对，所以你说这个战争一路发展下去，到最后。俄国真的会不会使用核子武器？如果他到最后骑虎难下的时候，焦头烂额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敢的，因为对他来讲，这个是普丁个人的政治生命的保卫战，也是俄国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受到最大的羞辱，被一个旁边的他认为的一个小国，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也不少，然后被打成这个样子。我想到最后，我是认为他敢使用战术性的小规模核子武器。针对重要的军事或经济的重点那个设施加以攻击，这个可能性不应该被排除。但西方国家担心，而乌克兰人民呢，更是人间炼狱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罗斯现在对于到底谁干的这个恐怖攻击事件，现在仍然指向就是乌克兰，就是美国西方国家，所以现在的呛虾还有各种军事动作越来越频密。苑教授，我跟你讲啊，这里头啊，我先问大家一个哲学问题啊，就是说战事的扩大到底是被决定的，还是自由选择要扩大的？我跟你讲哈，从这个10月7号，去年的10月7号啊，那个哈马斯的对于这个以色列的攻击以后啊，到战事就急剧扩大了。然后现在的话呢，这个莫斯科的这个有关于莫斯科西北部的这个音乐厅啊，你们发生那种事情啊，这个事情凄惨无比啊，143个人被无差别干掉啊，然后呢180几个人受伤了。我在班上上课的时候，有那个来自俄罗斯的，她就是莫斯科女孩，她跟我讲啊，这个事情啊，让他们感觉到非常奇怪，因为莫斯科到处都是音乐厅啊，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啊，死的人全部都是无辜的。我跟你讲啊，这个战事的扩大，然后从这个角度来想啊，我们先讲这个俄罗斯的公布，当然普京非常生气，为什么普京非常生气？冲着他来的，大选刚结束，经过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连选得连任，不到48个小时就发生这么大的悲惨的案件。普京本身来讲的话呢，对于他自己来讲挂不住啊，所以说呢，所以。居然呢，因为我上课本身讲的内容是，凡是刑求逼供的内容都不值得信赖啊。俄罗斯这个针对4个人啊，有的是这个
电击这个宝贝的，有的是他妈割掉耳朵的，有的是打下一只眼睛的，好，有的是不知道打成什么鬼样子的啊。然后呢，得出来的内容居然公布了，英国、美国还有这个 IS 联合起来干的，还有乌克兰的啊。我说这个结论大家都吓了一跳。然后呢，战斗民族他要怎么样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导致于大家都会发觉说这个事情啊，大家现在担心的不是到底谁干的，大家担心的是这件事情会让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事急剧的扩大。好，那我们现在要问，谁不愿意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事赶快结束？那不可能是川普啊！川普讲我上任24小时结束，那拜登一讲开玩笑，你怎么可以结束呢？我们这个面子、钱还有我们的债以后跟谁收回来？那很明显了，我跟你讲哈，就是说从那个普丁这边讲过，你想要知道谁是幕后啊，光讲伊斯兰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伊斯兰国那几个人呢，大家非常了解，那个被抓到的时候吓得全身在发抖。我印象当中的伊斯兰国杀人的时候从来没有发抖，大不了就是引爆炸弹死掉，对不对？结果这个刚好相反，怕得要命啊！这种还搞什么伊斯兰国啊？还不如我是想说，不如我没那么大本领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当过兵啊。你看那个立射啊，我跟你讲，你站着开枪啊不容易啊，枪很重啊。就从这一点来讲的话，训练有素啊。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现在基本上的话，要执意要扩大这个战事，不管谁当选美国的下任总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俄罗斯本身来讲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打到底，不会结束的，一定会把乌克兰的全境占满。我跟你讲，不差这几十天内啊。恐怕基辅就要会被占领了啊！然后越打越狠，越杀越凶，而且这就产生那个结果。因为现在的话，我自己的学生跟我讲啊，他说我们俄罗斯人呢不会害怕的，我们非常团结，我们支持普丁啊。他自己亲口跟我讲的，普丁是87.3%当选的，开什么玩笑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世界是乱得不得了。是，接下来战事会怎么发展，当然不知道。西方国家会担心的就是会扩大到哪里呢？那对于美国来讲，大选拜登的选情影响更是关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乌战争不但没有办法停止，现在战事更剧烈了。但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非常的大，其中农民抗议也是其中的一环。是，确实我们看到就相关的新闻报道，在欧洲方面啊，尤其很多国家的农民，他们现在一方面面临这个包括了物价的上涨、通膨、战争带来的影响。然后，甚至于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关键就是欧洲很多国家现在因为针对气候变迁，它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政策。那这个政策对农民来说未必是全然有利所以他们受到了蛮多的限制。那同一个时间，乌克兰的谷物又可以出口到他们的国家里面，所以这些国家的农民就觉得哇，在这些因素的交相作用之下，他们的生活是这个过得是蛮辛苦的。那也因此，这个造成了这一次他们集体的上街来进行抗议。那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其实呢，这里面包括哪些国家农民？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德国、希腊、波兰，还有罗马尼亚等等那这里面呢，还伴随着一个，就是我们在观察就觉得这个呢，或许后续也会使这些国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个更严重的议题。也会反映在政治上，也就是所谓的民粹主义那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其实在欧洲很多的这个比较小的政党。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台大政治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前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新闻热度很高的政大外交系教授卢业仲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最新的两岸议题马英九前总统准备访中，4月1号，我说愚人节啦，但他重点做的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因为4月8号是不是真的根据媒体的报道说可能进行马习会？这次的规格会如何呢？马办最新的回应是说，重头戏确实在北京，但是究竟怎么安排还没有最后公开的确认。其中此行3个主轴，广东是革命先烈。中华民国创建的这个地方，西安清明皇帝祭是中华文化的慎终追远，当然重头戏北京
就是马习二会啊。那被点名，接下来马英九访问完还有谁？还有吕秀莲，吕秀莲赶快跳出来否认说不要相信谣言。那还有个传闻是王金平也接力要去访问，现在没有任何的政府职务在身，有没有可能去？目前国民党党团是说没有接到消息哦，但接下来有意思了，民党立委这时候跳出来说，哇，美国众议院有个情报暨特种作战小组要到台湾来，为什么？因为马英九居然在520时间之前跑到大陆去，代表着一种风险跟危机产生，可能会有忧台内部变化，所以才要来台湾。这个很严重哦，就跟他先前讲，不敢质询，改成书面啊，是因为怕韩国瑜没收一样的概念。这种说法居然马上被外交部打脸。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就说，访团这次来台早就排好了，跟马英九前总统赴陆没有直接关系。就算马英九不去，本来访团就还是会来的。所以3月25号，马英九才宣布访中，外交行程早就安排，怎么可能3月25号看到他马英九宣布要去大陆人家来吗？想太多所以这个吴思瑶也说，马办有一件事情，如果你到大陆见习近平，要强调主权要告诉大家，台湾人没有人认同马办的说法呀，台湾不是一个国家。那当然，马办的说法是说中华民国才是国家。那马英九到底是哪一国的总统？民主的意义在哪里？台湾跟中国大陆互不隶属。那当然，大家网友也会问，那赖清德呢？他当的是哪一国的总统呢？那国台办发言人陈碧华的回应是说，在访中这件事情会给予一切的协助这是包括金门实弹射击，如果出现挑衅这件事情，仍然不会手软。对于中方来讲，所有的珍惜和平时刻，别想挑起战争。但是对于马英九访中，则是释出善意，欢迎，但军事动作并没有因此要停止。毕竟他已经是民间身份，也没有代表任何的官方角色。解放军做哪些事情呢？近来当然在2人死亡的这个海岸冲突事件、渔民冲突事件里头，还没有进一步的解放的时候，大陆的海事部门在台海西侧水域展开联合巡航。透过画面来看看这个巡航呢，是在渔船翻覆事件之后一直持续有的新的动作之一。大陆的福建海事局在台湾海峡西侧这里展开联合巡航，那说是要进一步的维护这里的当地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等等，各种画面都是由官宣出来的，代表他们的宣示意义。除此之外在南海的动作也很多。在南海的部分是有个水炮的攻击事件，这个我们谈了几次就是包括对方菲律宾部分还把媒体都带上船，共同要见证这一刻，就搞了半天，却被这个水炮直接轰炸之后。最后举了白旗投降，是因为船身受损太严重，连菲律宾的司令也受伤，所以呢，菲方这个补给船最后也赶快就举了白旗之后，就要求停止攻击。南海跟中菲之间的争端不少，东海也一样说是配合解放军战备警巡吗？就日本方面的防卫省统合幕僚所发布的消息说，侦测到解放军运9情报收集机经过冲绳到宫古岛，最近很频密的有各种行动进出太平洋。所以日本方面记得吗？我们当时导弹经过台湾上空，还是日本先警告大家发布消息的，所以最紧张的是日本。所以日本航空自卫队当时就紧急升空应对，这也是来自于日本方所公布的消息。俄罗斯的媒体也说，最近一次训练飞行，他们发现中国轰6K 在巴士海峡链以外飞行超过1000公里1000公里的概念大概就是比方说到冲绳之间5000公里来回可以的这样的距离。轰6N 轰炸机结合了运20加油机，这种更常态性扩大轰炸机行动范围，也有某种象征意义跟讯息嘛。委员马英九前总统要到大陆去，当然民进党忙着给他贴红标签唱衰啦。但这件事情对两岸来讲，有没有善意的和解的更多的堆叠的可能性？我先讲林楚茵，他立法委员这是第2任了嘛我不太了解他为什么会把美国众议院的众议员到台湾来访问。认为说这是对马英九要到中国大陆的一个反应，或者是反制，或者是抗议。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普通常识了譬如我也待在立法院这个当这个所谓的国会联谊会的
不同的国家担任这个联谊会的这个主席啊，这个会长啊，当然很多年，其中一个就是台美国会联谊会的会长，大概是所有国会里面最有影响力，而且唯一有编预算，一年外交部要给100万的这样的一个联谊会了哈。那譬如说，我们每个暑假大概都会组个团到美国去访问，因为要到美国国防部里面，要跟美国国务院的官员AIT 的这些官员见面，还要拜访他们的参议员这个众议员，还要跟他们聚餐等等。这种作业是很花时间的美国众议院这个小组到台湾来访问一样，他绝对先告诉我们驻美代表处的国会联络人，就是在美国国会的这个联络人，要告诉他我们想到台湾访问。那他要回到在华府要代表处，他一定会跟他上级讲，那代表大概要准或副代表要准，然后他要送这个消息回来给外交部请示。那外交部还要去研究，可能要好，那你们他想去看谁呢？去拜会谁呢？总统呢？副总统呢？行政院长呢？还是外交部长呢？还是要拜会立法院呢？有没有要在其他的去看军事设施或什么经济设施呢？这个来来回回的作业，我跟你讲，至少是1个月或2个月，要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也就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马英九要到中国大陆访问的事情。马英九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消息，在台湾来讲也是1个礼拜前才透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很好笑。而且美国如果要对这个事有所表达的话，有需要是行政部门会做这件事，行政部门可能就约见我们驻美国的代表，说那可能你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然后可能训练这个 AIT 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处长说你可能要跟外交部联系，也要跟国民党去联系跟马英九办公室联系，说可能某些事情大家是不是协调一下、协商一下，一定是这样处理的，是行政部门会去处理，轮不到你一个国会的部门而且众议院的这个435位众议员的里面那几个人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普通常识的缺乏常识吗？对。第二个，我基本上我是赞成马英九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我只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各位观众，马英九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会让两岸战争的机会增加，还是战争的可能性降低？我想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即使是民进党支持者，至少不会增加战争的风险对不对？至少不会增加。那你民进党你现在的反对是没有道理，是根本就意识形态台独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或者对马英九个人的不满，或对国民党的不满，你就说这样的话吗？或是你也可能嫉妒嘛？因为两岸之间官方完全切断关系，那既然马英九可以到中国大陆去，而且可以跟习近平坐下来，大家这个平起平坐，这某种程度就像马英九到了新加坡，跟习近平平起平坐一样，就是嫉妒嘛。你办不到，别人办了。不过另外一点，我是其实要告诉民进党，你们要谢谢马英九了。两岸有来往，总比没有来往好啦。对，官方来往不了，在野之间可以来往，也不是坏事情啦，对不对？民间，所以民间的这种，马英九当然有他代表性，他是前任的总统然后这个马英九现在是一个两岸的政策，他曾经是主导了整整的8年，谈和平这件事情，对，他有他的意义。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美国不是叫劝台湾、劝蔡英文政府说，你们跟中国大陆之间多联系、多沟通、多协调，降低战争的风险吗？美国几乎每一个人的论调都这样。那现在你们民进党做不到，民进党政府做不到马英九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你们不谢谢人家就算了，风言风语是不必的。马英九主权的问题，马英九到中国大陆去，他有没有讲过中华民国4个字？你去看看有没有吗？签字都有写。他都对签字的时候都签下中华民国，而且他故意去拜会的地方，中山陵这些，那个意义非常深远嘛。拜孙中山，拜中华民国的创立者，这个不是彰显中华民国主权是什么？
对，一定要嘴巴讲而且台湾主权嘛。卢卫中教授当然特别介绍一下，就是韩国瑜院长现在要推荐执行长在民主基金会，但能不能就任现在很难说，还在各种的这个离我们系很近啊，民主基金会可能性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您就是长期在外交领域，包括您是政大外交系的学院的副院长嘛，所以外交议题对于台湾的处境来讲，怎么看马英九访中这个消息？我想整体来讲我非常同意刚才林委员的看法，就是这基本上呢是有助于两岸目前因为我们都注意到，就是两岸之间目前的敌意它其实这个螺旋是在上升当中。换句话说，如果有任何的一个机制，它可以让两岸之间呢稍微缓和一些，或至少让这个敌意不要再直线的增加，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因为马前总统他是一位这个蛮有魅力型的这个政治人物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包括他先前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其实他在当地的民众当中，其实也引起了相当的一个风潮旋风小马哥是他也很久没有被这样叫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在现阶段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注意到，其实两岸之间包括不管是学生之间的交流，其实数量也是急剧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两岸的民间现在呢看对方的社会，看对方的民众，其实基本上大概也不如这个过去可能还有一些正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观感。所以我认为两岸的这个民族主义如果说完全只考量到自己的话，那后续两岸就算短期之内没有冲突、没有战争，但是这样子的和平恐怕也会比较难维持下去。对，所以这会是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关切。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想就是马英九先生他当然是中华民国总统啦，我想这个部分大概会质疑的人应该是少数。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想马前总统他在任内其实他也特别提过。两岸之间呢，应该是要基于一些这个主张，他这主张包括了互不承认主权，但是互不否认治权。那像这样子的一些概念其实在现今看起来其实尤其重要。那重要性在哪里呢？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其实大约这个10多年前我跟这个大陆来的一些学者有一些交流。那个时候他们觉得，哎呀，这个两岸之间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他们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好谈的。那甚至于他们觉得，你们治权是指什么呢？好像也没办法说清楚。但是我相信，以中国大陆目前看到两岸的一个局势，他恐怕也会愿意来重新思考这个有关于两岸之间治权的一个概念跟相关的问题。能谈总比动手好吧？是不是？苑教授，看看中国大陆的动作、军事演习，也不只是在台海南海、东海，通通都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常常注意一下国际新闻现在极有可能是最乱的时刻。首先，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不但是会扩大，而且是非常狠毒的。两岸之间的局势大家不要忘了那个迎财神的日子变成迎死神那个情人节变成仇人节到现在大体还没有还给人家开什么玩笑，船也没还呢，对不对？协商好几次都破裂了。目前为止的话呢，大陆的做法说句良心话，将心比心的话呢，早就打过来了。为什么没有打过来？我跟你讲马英九本身到大陆去其实这些讲这些风言风语、风凉话的人他妈根本没道理你去得成吗？你要了解，去大陆不像是去美国办个签证就去了，去大陆人家要不要你去对不对？管你以前蔡英文你去你去试试看我根本没机会你要干什么？马英九本身的话呢，他是去年的时候大家就很感动马英九的长沙话说得不错至少有湖南人认可这是真正的长沙话，人家是标标准准的大陆人对不对？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要表现的时候带着年轻人各方面，去年就已经加分了，现在的话呢杠上开花，3大开花。首先第一个的话呢，两岸局势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他能够受到邀请，他不管做什么，他到了广州也到了这个北京，也到了西安祭皇帝陵，我去过，场面非常浩大。利用这个清明节的假期，这个的话呢，就是强调我们同文同种，拜托不要打仗。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他本身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他以前当过总统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说句良心话，马英九到大陆去的话，他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我们这一些人的一个指标是对不对？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他说什么话，我们跟着说就行了。要不然的话，我们在上这个节目还蛮紧张的，你知道吗？真的吗？言论都还没退休怎么开什么玩笑？这样的话本身就是很重要的指标，对不对？然后第三点的话，请大家注意他这个的话呢，到了8号的话呢，如果说西马会真的会发生的话，
我跟你讲，这个情况来讲，化解非常多的紧张啊，因为这个见面3分情嘛，然后就强调说是在5·20年之前的话，那个我假装的话，那个习近平会说，那你们那个赖清德，那马英九讲说，那个放心好了，我们就不会有问题的啊。为什么不会有问题？我告诉大家，那赖清德啊，这个投票率只有70%嘛，然后事实上他得40票嘛，那台湾有70%人都不愿意。不愿意啊，而且跟你讲，台湾100%的人不愿意发生战争的。说句良心话，我们能有今天，大家稍微有点历史感的很不容易啊。马英九，我跟你讲，民进党感谢马英九都来不及啊，应该弄个庙挂个讲马英九的像，每天拜一拜，对，不是啊，你说的精神感召，精神感召啊，就是讲就是说这种。这个马到成功啊，至少该讲一下。这个本身来讲应该鼓励一下，因为大家既然要和平，不要战争的话呢，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呢？对不对？而且发生了问题的时候，谁受得了？谁能够负责？是很有梗哦。教授说把情人节变成仇人节，千万不要这样，好吗？对，大家如果有善意，例如财神变成阴死神了。